妈，其实这件事我跟秦师早已经商量好了，秦师呢也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，所以我们要尽快要个小孩。我早就说嘛，他会有计划的，你就别催了。哎呀，小秦肯生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对呀，我是怕他工作忙，事业心重呀。本着优生优育的原则，我和秦师现在已经开始调理身体，调整作息，什么 DHA 叶酸早已经吃了起来，为的就是要生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。对，没错，挺重要的。来，你现在就吃。现在就开始补啊。这个好，这个食材都很新鲜的，多吃一点啊。调理身体这种事呢，短则半年，长则1年，到时候咱们一定会比父母更伤心、更积极、更志在必得。到时候如果还是怀不上孕的话呢，他们还会反过来安慰我们。哎呦，奶奶，哪能是你啦？哎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，就你一个人啊？杨华呢？怎么了？你们2个不高兴啦？哎呦，刚结婚呀，这……哎呦，怎么了呀？到底你跟妈妈讲呀？啊？哎呦，你急死我了，奶奶。哎呦，奶奶，哦，好，奶奶，一碗鲜虾的，一碗荠菜的。你干嘛啦？这样吼着妈妈。那一会儿吃饭你也这样吃啊？就这样吃。哇，这样能吃饭的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哎呦。哎，奶奶，你跟妈妈说实话哦，你是不是闯祸了啊？然后你爸爸给你出怪招，让你这样来吓唬妈妈。妈妈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，无条件支持。真的？那好，妈妈要卖房子，支持。你也不问问我为什么啊？无条件支持你。良心发现，你要当乖乖女了啊！那要是你爸爸不同意怎么办？我跟他断绝父女关系。瞎说，你爸又没对不起你的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跟你爸爸离婚。哎，奶奶，要是妈妈真的跟爸爸离婚了，你怎么办呀？那我就跟着你，做你的拖油瓶。你这叛徒！您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妈要卖房子呢，从动机到理由到可行性，这都没问题。你要是反对，你说有一件事情她肯定没有跟你讲过。你们现在楼下住的这个房子是我买的，房产证上写的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。刚刚离婚那会儿，你爸爸根本没有办法找到房子，那我们总做过夫妻吧，我不能那么狠心让他没有地方去，所以就让他住着，直到现在。我也不是不想搬出去，我想攒够钱，买一套房子搬出去，结果结果呢，他们那个团没有什么演出，效益差是差得一塌糊涂。你爸爸那点工资哪里够负责那些人的工资呢？哎，倒是后来他赚了一点钱，你爸爸一个好的不得了的朋友借走了。他说要下海经商做生意，让你爸爸当股东。你爸爸脸皮薄啊，自然就借给他了。你猜后来怎么样？亏了。你再猜。人到挣了。
是那个好的不得了的朋友欠了银行一大笔钱，还不出来跑了。你爸爸是股东啊，自然有连带责任，根本所有的钱他来还。这么多年，我大哥、二哥每月补贴给你的那些钱，还有我给你的那些，不会都用来还债了吧？没有啊，你上高中的时候钱都还完了。那就算从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攒钱，现在怎么着也该有一套首付的钱了吧？我跟你妈都退休了，人银行不给贷款了，你光有首付怎么够啊？当年我跟陶俊辉分手的时候，房款给人家退回去一半，那钱哪来的？一半是存款，一半是借的。跟谁借的？当然是跟我借的了。那个时候文斌还没评上副教授，工资嘛就那么一点点。他那个女儿嘛，哎呀，死了活了要赶紧出国。你爸爸一着急就来找我借，5年，30万总有的。啊，所有借条我都在的，你要不相信，我拿给你看。小诗，你让我冷静一下。这事我大哥知道吗？我二哥呢？还行，吴小妹同志不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啊。这事不能让你妈知道啊。我妈跟你结婚30多年，从法律上讲，她有权知道这个家的债务情况。你要是让她知道她对这个家的了解还不如您前妻，哼，她会怎么想？她得多难过呀！我是不想让她再操心了。她这么多年跟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是她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她已经受这么多委屈了，她想离婚，她早就离了。你想想，她为什么跟你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呀？算了，归根结底，这是你们夫妻俩的事情，还是你们俩要共同面对解决吧。想发火就发啊，痛痛快快发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些年你爸为什么那么抠门儿，那么舍不得花钱。你说啊，一个电水壶那才多少钱呀？咱家那电水壶有点不好用了，他就是舍不得买一个新的。还有，家里大衣柜那门儿都掉了，那天我跟他讲，让他找个人去修修，他自己给对付上了。老秦啊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咱们家还欠楼上那个多少钱没还呀8万，本来要还上的，这不是小诗这个礼金一弄就还差点。礼金不要了，都还给你。我不是那意思。小诗，还什么还呀？那咱家除了这点钱就没有别的钱了吗？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还有30多万在银行存着呢。我想着呀，我肯定走到你妈前边，我总得给她留下点钱吧。这种铁公鸡眼皮子底下还能藏出私房钱来，你厉害。囡囡，喏，拿这些钱去给他那钱还了。这不够啊！我补啊，剩下的我来补，给他还。你不生气吧？我生他气呀，我生得起来不啦？他欠人家钱，那也是为了咱家。他瞒了我这么多年，不也是怕我担心吗？当初我嫁给你爸的时候，他跟你外公保证过的，说这辈子一定会对我好，不让我操心，也不让我出去工作受累。这2点他倒是都做到了。哎呀，气不起来的。哎呀，夫人啊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我给您赔礼吧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呀，
老秦啊，哎，我跟你讲过的，我也不图房子大，也不图什么装修豪华呀、地段好啊，只要有你有我，咱俩有个地方就是家啊。对呀，太棒了！哎呦喂，不生气了啊，都是我不好，不给你赔不是。那你答应我了，明天咱们去找房子啊？哎，胡小梅同志，看起来你很固执啊。我这边差不多结束了，你那边呢？我这边也快搞定了，你爸妈那边呢？你简直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！天哪，我们家的房子竟然不是我们家的，回头再说吧，一会儿见了面说。要办你办啊，我可不办，我这么大岁数，我折腾不起我。老秦，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哎，住在哪里都可以的，就是不能住在这里。为什么不可以住这里啊？我在这住了40年了，你在这住了也30多年了，怎么就不能住？怎么就不能住了呢？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又吵啊？小诗啊，要不你跟你爸爸讲，要么他跟我搬家，要么我跟他离婚。又来了。以前我不知道嘛，也就算了，现在你再让我像个没事人似的，住在刘燕的房子里，我做不到的。